的故事，偏偏有感應追溯一些暗示。問問事情怎會開始，又問問事情怎會終止。小資界中計推理的冷靜，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事事及時總靠機警，未尋事實未定，顛覆處境。是與非壓心虛的雙眼似閃避，步步見機，最終他的痛悲。慢慢拼起，他跟那個做戲，落雨起，太避忌，花樣太多，偏歪曲結果，有一些感應出錯，求誰聽清楚，查探內幕，花樣太多，偵測花樣更多，全力分析一切識破，迷惘清晰之間不算太傻。爷，这么快到了？怎么样？我刚刚才完成，有什么发现？死者的死因是被利器刺穿左后颈颈椎的大动脉，引致大量失血致死。从伤口的宽度和深度去推测，凶器会是那位佣人所说的拆信刀的可能性很大。哎，朗哥，不如试试通灵感应。就在这里啊！哎呀，新鲜滚热辣嘛！来，拿着。他好像睡着了。是啊，站着也可以睡觉。怎么样？怎么样？看见什么？没反应。不要紧，可能是不够能量。不如试试食物啊。那你干脆进去抱着尸体，也许能量会强劲一点啊。哎，过来过来。是啊。没用的。要是真的有通灵感应的话，别说是摸着死人的这张遗照，只要是死者的任何一件物件，我都可以有的。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我会失去通灵感应呢？你是不是整我呀？朗哥，你没有通灵感应，会不会是真相荣这次没有冤情呢？不明白为什么会有冤情啊？你这个傻瓜！如果 Madam 真是凶手，凶手呢都抓到了，为什么还要通灵给朗哥呢？你说什么啊？那也许是这样 ，Madam 一向都咬着真相荣，真相荣那么恨 Madam， 所以他死了也想找 Madam 来陪葬。故意不通灵给你，也不是不可能啊。不管是什么原因都好了，我现在没有通灵感应，我怎么能够救出晶晶呢？你以前不是说自己是神探吗？难道现在失去了通灵感应，你就不懂得查案了吗？对呀，也许上天给你机会表现呢。你们说的没错，就算我没有通灵感应，凭我的侦探头脑，我也一定能够为晶晶洗脱嫌疑的。你疯了！让邢晶晶保释，她是杀人犯。到目前为止，晶晶只是一个嫌犯，没有人亲眼看见她杀真相荣。坏就坏在人证物证都显示她嫌疑最大。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证据，怎么起诉我？没足够证据就去找喽，这是你的责任嘛。将军，我知道你跟邢晶晶的关系。假如你认为没有办法办这个案子，我随时可以换人呢。黄 Sir， 你放心，我会公事公办。Good。目前这个案子已经送去律政署研究了，一有足够的证据就会起诉。至于邢晶晶有没有杀人，就等法庭去判喽。医生，究竟想扣留我到什么时候啊？晶晶，别说太久。坐下来。干什么？你找我做通灵感应啊？连你也不相信我，真的以为我杀了真相荣？我没怀疑过你是凶手。那你刚才又……因为真相荣在死之前，你曾经接触过他。如果他发出过死亡信息，一定会附在你身上。我想接触你，看看有没有通灵感应。那你看见什么？没有。我看我已经没有通灵感应了。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我接触过很多真相荣的物件，可是都没有通灵感应。那你怎么知道我真的没有杀真相荣？
虽然你的脾气比较冲动，你恨甄相荣那么多年，如果你要杀他，根本不用等到今天。而且你志愿当警察，无非也是想把甄相荣这种坏人绳之于法。试问你怎么会知法犯法去杀他呢？不过你放心，虽然我没有通灵感应，但是我绝对不会放弃，我会帮你洗脱这嫌疑。我相信你。你别误会，我帮你是因为我们是朋友和同事，而且破案是我身为警察的职责，我没别的意思。那好吧，我就等你这个神探的消息了。费 Sir， 你是晶晶的上司，你怎么可能没办法做主啊？伯父伯母，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帮 Madam。是啊，朗哥已经去了重案组了解案情了。哎，玉三回来了。朗哥，阿郎，伯父伯母，你有没有看见晶晶啊？我们刚才去重案组，他们不让我们见她，又找不到家俊。哎，你见过晶晶没有？她怎么样？有没有瘦了？姐姐有没有被严刑逼供啊？你们放心，晶晶目前暂时没事。DNA 部门和重案组都在侦查这件案子，相信晶晶很快会洗脱杀人嫌疑。DNA 的配色。关于甄相荣的案子有什么回应啊？有什么回应啊？封告。费 Sir， 听说邢晶晶曾经有过蓄意杀人的前科，请问是不是真的？无可封告。我们查到邢晶晶跟甄相荣曾经有过节，是怎么回事？警方的内部网页呢，叫邢晶晶变态女魔警，有没有这回事？哎，你们才变态！我女儿是好警察，她绝对不是杀人凶手。喂，不要拍，不要拍！那些警察是干什么的？晶晶做事很有原则，她怎么会杀人呢？会不会是晶晶想警恶惩奸呢？因为这个甄相荣啊，实在太坏了，所以他要替天行道。你知道，一个人气昏了头呢，很容易失控，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哦。撒姨啊，你又在乱说话了。我说这次晶晶呢，一定是做了替死鬼才对。说到这件事，我就不懂了。阿郎已经跟人家分手了嘛，现在又那么卖力查这件案子，查得连家也不回，你说他搞什么？很容易理解了，因为阿朗呢对人家余情未了。是就好啊，晶晶那么好的女孩子，可遇不可求。就算我今天开始不睡觉，也要救 Madam， 一定要帮 Madam 洗脱嫌疑。我何止不睡觉，我连妆也不化就上班了。哎，朗哥，哎，于 Sir， 朗哥，于 Sir， 喂，哇，天亮了。于 Sir， 你昨晚不是通宵在这里看档案吧？哇，我在看案例的笔录和资料，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那你查到什么，于 Sir？ 查不到。要不然我也不会睡着了啊！哎呀，完了，连朗哥也查不到的事，我们还能做什么啊？哎，我还是去化妆了。DNA Office， 我就是。什么？你们找到了 ？OK， 谢谢你。费子，找到凶手啦！找是找到了，不过找到的是凶刀。这把拆信刀是今天早上一个食环署的清洁工人在甄家大宅附近的垃圾桶发现。由于他看到新闻，知道甄家发生命案，所以报警。我好不容易才从政务室借出来的，你试试看有没有反应。还是没反应。程 Sir，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PTU 在甄氏大宅进行了地毯式搜索，都找不到凶刀，现在居然被一个清洁工人找到。这把凶刀究竟是真还是假？万化界的报告里写得很清楚。拆信刀刀身的宽度、深度和钝角，跟甄相荣颈后的伤口完全吻合。万化姐还做了血型和 DNA 的快速测试，证实了刀上面的血型和 DNA 是属于甄相荣的。最可惜的是，我们找不到指纹，也就是说，不知道谁是真凶。凶刀上面没有指纹，凶手可以有时间把指纹抹掉，可是却不把血抹掉。凶手这么做会不会有什么文章呢？再狡猾的凶手也一定会有破绽，比如这把凶刀的出现就是破绽。这话怎么说？你想想，晶晶在案发之后就被重案组逮捕，她怎么可能在 PTU 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后，还有时间把凶刀扔到垃圾桶里呢？你的意思是说，凶刀是真凶特地拿出来，让我们有足够的证据正式起诉晶晶？第一个破绽已经出现了。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破绽会继续出现。我怕我们没时间了。律政署方面讲明了，
这2天之内找不到证据证明晶晶清白，就会正式起诉她。所以我们一定要跟时间竞赛，晶晶能不能脱罪，要看我们了。2位警官，大少爷说没什么说了，叫你们俩不要再烦他了。我们今天来，除了想见你们大少爷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事想问你。你们还要问什么？我知道的全都说了。你们走吧，我要进去做事了。豪姐，现在啊，人命关天，难道你不希望2少爷被杀这件事早点水落石出吗？警官，我只是给人打工的，我真的帮不了你们。什么？帮不了我们，还是不想帮啊？哎，我看你心里也有鬼。不说了，跟我回警局再说吧。哎，不要不要，警官，2少爷的死不关我的事。不关你的事。这样好了，你把那天发生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再说一遍。又要说啊？那好吧。那天老爷跟太太一早就去酒会了。我看麦登走了，以为没事了，就回厨房收拾一下。谁知道大少爷又再来叫我煮素食面。你说大少爷又再来叫你煮素食面，他之前来叫你煮过一次吗？是这样的，之前大少爷来厨房说肚子饿，叫我煮素食面给他吃。当时我已经告诉他厨房没有素食面了，就做了3明治给他吃。可是还不到1个钟头，他又跑来叫我煮素食面，你说是不是找麻烦？也许他喂狗好，又饿了呢。你们有养狗吗？没看见狗啊。哦，那只狗是大少爷之前养的，后来2少爷不小心撞死它，可是大少爷不让我们把狗屋扔掉，就一直留在那里了。那只狗死了半年了，狗屋还留在那里，真是人狗情未了啊！请问真相光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啊？是什么事啊？真先生给我们公司订了 HiFi 耳机，现在送货来，麻烦你替他签收。好。哇，HiFi 耳机也要专人来送货啊？这耳机一定是很贵重了。真先生是我们公司的老主顾，他对 HiFi 一向要求很高，听少个音都不行啊。这个耳机是极品金耳朵，很抢手的，不只要从外国直接订货，还要等1个多月才有货呢。谢谢。哦，买个耳机要等1个多月，要是我宁愿不听了。你在这里还好吗？你不是有什么坏消息想告诉我吧？啊，不是。那就好了，没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了。昨天呢，我遇到一个大学同学，他跟我说，他找到律师行工作，他们的律师最擅长打这类案子，我帮你换律师。不用了，我现在那个也不错。他们告你谋杀，你别这样行不行啊？我根本没有杀人，我就不信单凭表面证据能够告得了我。有没有见过阿老？算了，当我没问过。啊！你查到真凶了？究竟谁才是真凶啊？大家不用这么心急，听听我跟正义在甄家佣人豪姐那里拿到什么资料。我们问出了几件事：第一，真相光对 HiFi 的要求很高，就算是 HiFi 的耳机呢，他也要从外国订回来。第二，真相光跟豪姐发现真相荣尸体之前呢，真相光曾经去过厨房，叫豪姐煮素食面给他吃。第三，真相光跟他的狗感情非常好，那只狗死了很久，狗屋呢他都不愿意扔掉。为什么我听不懂？你刚才说的那几件事跟案子有关吗？哈？正义还没说到重点呢。难道你怀疑是真相光杀死真相荣？既然我们相信 Madam 不是杀人凶手，真相光和佣人豪姐进去发现真相荣的尸体，短短的几分钟里，还有谁能够进入真相荣的书房里把他杀死呢？你单凭这一点就怀疑真相光跟真相荣的死有关？是跟正义说的第一点有关。正义给大家说说真相光为什么要订那副 HiFi 耳机。根据那个送货员所说的，真相光在半个月之前打电话到他们公司，说他自己的那副金耳朵 HiFi 耳机弄坏了，要重新订一副新的回来。如果我没有记错，真相光曾经说过，在案发当晚，他在房里戴着耳机听音乐，所以听不到在书房里的晶晶跟真相荣发生争执。切，那副什么金耳朵弄坏了，可以再买另外一个耳机听音乐啊。哎，美人，那要是你用惯的名牌化妆品用完，你会不会随便找个杂牌的化妆品擦在脸上呢？ No，
要是脸擦烂了怎么办呢？ No， 真相光怎么会随便找个耳机听烂自己的耳朵呢？可是这样也不能说他是杀人凶手啊。这就跟正义说的第2点有关了。正义，还记不记得豪姐说过什么？豪姐说，其实，在那天晚上，真相光曾去过厨房，叫豪姐煮素食面给他吃。可是豪姐告诉他，厨房已经没有素食面了，而且还做了三明治给他吃。可是过了没多久，真相光又去叫豪姐煮素食面给他吃，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你怀疑真相光第2次去厨房，只是找个借口叫豪姐跟他一起去书房，发现真相荣的尸体？没错，他就是豪姐给他制造不在场的证据。可是他为什么要杀死他弟弟呢？这样就跟正义说的第3点有关。正义给大家说说，真相光的狗 Ricky 是怎么死的。据他的佣人所说，真相光的狗是真相荣从车库开车出来的时候不小心撞死的。不是吧？为了一只狗杀人？豪姐说，真相光这只狗是他妈妈生前送给他的，养了7、8年了，跟他的感情非常深厚。我想起来了，上次真相荣假扮被人绑架的时候，有个佣人不小心打破狗的相框，当时真相光的反应真的很大。为了一只狗有这么大仇恨？在真相光的眼里，这只不是普通的狗，是他唯一的朋友和亲人。而且真相光跟真相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平时已经积了不少的仇恨了。再加上狗被真相荣的车撞死了，形成了一个定时炸弹了。而晶晶在这件事情正好给了真相光一个爆发的机会。等一下，玉森，你说了这么久，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的推理，始终是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啊。本来没有。不过这个真相光真是聪明过头，为了要嫁祸给 Madam， 他居然再把凶刀拿出来。大家可以看看，拆信刀拿来拆信，并没有护腕。要是把它拿来杀人，用力过猛的话，是很容易把手割伤的。当日我们去了甄家，的确是看见真相光右手手掌是受伤的。不过不对，但是万化解说验过凶刀，上面只有真相荣的 DNA 和血迹啊。大家不要忘了，真相光跟真相荣是同父异母的亲生兄弟，他们的血型有可能是相同的，而且他们的 DNA 有80%以上是相似的。那我懂了，由于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凶手跟死者是有血缘关系，只是把凶刀上面的血迹进行快速测试，也就是说，一些很相近的 DNA 未必能够分辨得出来。也就是说，只要在这把凶刀上面找到真相光的 DNA， 就能证明真相光就是杀人凶手。好啊，这样就能帮麦德们洗脱嫌疑了。没错。喂，好的，拜拜。大家都会失望了。万化解说，凶器上面只有真相荣的 DNA 了。难道我如此精妙的推论，最后还是功亏一篑？别以为我们还没掌握到你足够的犯罪证据，你就可以逍遥法外。我告诉你，不管你逃去哪里，我都会把你抓回来。怎么，是不是想杀我？一刀捅死我？真相荣，你听着，我不信法律制裁不了你。你在外面胡乱搞也就算了，还要招惹这种人，跑到家里面来吵。你知不知道，一传出去，对我们甄家的生意有多大影响？我搞什么关你什么事啊？谁叫爸爸只信任我？怎么，端大哥的架子管我？拜托你先搞清楚你在甄家什么地位吧。要不是爸爸不答应结束冻肉公司，你睡大街了，还在这说三道四。其实那天撞死臭狗的时候，我应该撞死你。你这种人在这个世界上也没什么作用了。你可以侮辱我，Ricky 是我的好朋友，你不准侮辱他。你提醒了我，你跟他是猪朋狗友吗？你们俩真是天生一对。
闭嘴！你们干什么？我可以告你们的。真相光先生，你涉嫌谋杀真相荣，现正式逮捕你。这张是逮捕令，请你跟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甄先生，现在你有权不说话，但你所说的每句话我们会记录下来，将来很可能会成为承担证供。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向荣啊？你倒是很幸运啊，拆信刀割伤你的手，但是在拆信刀上面居然没留下你的 DNA。既然这样，你们来干什么？我们本来极度失望，几乎想放弃了。嘿嘿，终于让我想到，除了在拆信刀上面能够找到凶手的 DNA 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死者甄向荣后脑勺的伤口。我们找法医跟鉴证科的同事，在甄向荣的伤口里再三抽取样本化验，经过重复核证之后，终于让我们找到两种虽然很相近，但是有明显分别的 DNA。其中一组的 DNA 当然是属于死者甄向荣，另一组的 DNA 就是属于那个凶手，也就是你。你为什么要杀死我儿子？你好狠的把儿子赔给我！长国，你为什么这么做？他是你弟弟啊！他是我弟弟，他有没有当过我是大哥呀？你不拿我当儿子，我不介意。可是你是我亲生爸爸，你有没有当过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在你眼里，只有聪明儿子向荣，根本没有我这个笨儿子存在。那你也不用杀人这么傻呀！向荣这种人，根本死有余辜。我只不过替天行道，帮他解决一个法律制裁不了的人。你错了，只要一个人真的犯了法，法律一定能够制裁他。国桥，带他走。Yes sir。你别走，把儿子还给我！把儿子还给我！你这个杀人犯！究竟我做错什么了，搞成这样？姐夫啊，节哀顺变，还是赶快打电话给洪律师，看看怎么解决这件事吧。哎，走吧走吧。干杯！你们不用这样吧，人家放假的。当然要了 ，Madam， 你无罪释放是件大喜事，当然要搞盛大庆祝。如果万华跟皮耶没事做，他们也会过来的。对了，怎么没看见于 Sir？于 Sir 他怎么了？他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不当警察？我还没正式收到他的信，我只是叫他放大假，出去散散心，回来再好好想清楚。回来？这么说他离开香港了？哇，晶晶，你好漂亮啊！子晴姐，你别笑我了。晶晶，喂，这会举行婚礼了，不准进来偷看，出去，出去，出去啊，快点！今天两位能够来到这里，相信是经过主的指引。这位弟兄，愿意在将来无论困劳病苦，都跟你一同分担。不知道你是否也愿意呢？这还要问？当然愿意啦，Honey。我也爱你。光是看照片啊，还以为是你们两个结婚呢。你看新郎新娘啊，都没你们两个抢镜头。怎么会呀？你看正义啊，哪有皮 A 长得帅呀？无所谓了，总之你比美人漂亮就行。啊，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啊，
子晴啊，说真的，你们两个也应该快点结婚了，好让我这个做姑妈的了结一件心事。兰姨呀，我看结婚的事还是等弟弟回来再说吧。你那个宝贝弟弟啊，突然跑去流浪快半年了，万一他一辈子都不回来，我岂不是看不到你们俩结婚？姑妈，你好狠心啊！你杀了你弟弟，你是嫉妒你弟弟啊！你打我！对，我要打醒你。当年你为了钱跟别人跑了，扔下正义不管。当你知道你的宝贝儿子杀了人，就跑来跟正义相认，想骗正义帮你救你的宝贝儿子。幸好正义还懂得分什么是青红皂白，要不然我问你，你怎么对得起正义啊？关你什么事啊？我让你说什么？你疯够了没有，疯婆子？你是不是嫌人丢脸丢得不够啊？快把他抓回去！你要看着他吃药，否则不知道发什么神经了。是，哎呀，你儿子已经死了，哭有什么用？大庭广众，脸都让你丢光了。走吧。我的乖儿子。哎呀，走吧。所以说，做人呢，千万不能做错事，要不然一失足成千古恨。其实他也很可怜，突然失去了儿子。放心吧，正义，姑妈不是不讲理的人。她现在病成这样，她好歹也是你的妈妈，你有空就去看看她，尽做儿子的责任。真的吗？谢谢姑妈。正义，太好了。拜托你赶快找个女朋友吧，免得亲戚朋友老是围攻我们，要我们复合。Sorry 啊，我现在觉得单身也不错，何况还没有对象。那你想堵住他们的嘴呢，就早点全力出击，结婚生孩子。我怎么全力出击呀？我又没对象。怎么，还惦记那个古灵精探？哎，没有了，人家心里都没我。那这个好啊，俄罗斯特产许愿娃娃，我看他手工很精细，特地买给你的。哇，你倒是很有闲心啊，经常买这些小玩意儿送给我。OK 啊。OK。喂，这就难怪了，我爸妈老是以为我们复合了，你常买这些东西给我。你不会不要吧？哎，要啊，谢谢你啊。很晚了，快走吧。好，走了。好可爱啊！家俊哥送给你的？是啊，是俄罗斯许愿娃娃。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小女生似的。姐姐，你有没有发现家俊哥变了？以前他送给你的东西全都是名牌，可现在全都是民间手工艺品，一点都不像他的性格。OK， 终于到我们 DIE 表演的时间了。Are you ready? Yes, sir. OK, showtime. 报告 Madam， 根据你给的资料，程 Sir 说的那家精品店根本就不存在。报告 Madam， 我已经问过很多家民间手工艺店铺，没发现一家有这么多精品的店铺。报告 Madam， 我已经上网查过了，陈 Sir 他送给你的民间手工艺里面包括来自中国南方的古玉，来自北方的蒙古刀，还有葡萄牙的公鸡，希腊的女神像，日本的赤鬼石像，来自俄罗斯的许愿娃娃，最后还有我们费子尔的家乡的苏格兰四叶草。四叶草不是电视台节目吗？这些手工艺全部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能够帮人消灾解难、保平安的吉祥物。Madam， 你最近很倒霉吗？陈 Sir 买这么多的吉祥物给你的，就因为这样才要大家帮忙查。哇，不愧是 DIE 啊，很有效率啊。当然了，要不是你们这么机灵啊，上头啊也不会这么快决定解散 DIE， 然后把你们全都调回去。是啊，你不知道景勋打过几次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离开 DIE， 说有几个节目等着我录影呢。八成是找你扮北姑。哎，我也是啊，我以前那些上司啊，问我何时可以调回他的部门，我现在不知道怎么选择。哎，我就简单多了 ，Madam 去哪儿呢，我就去哪儿。哎，对了 ，Madam， 话说回来啊，陈 Sir 买这么多东西给你，当中一定有古怪。老师
说，真的是有点古怪啊！偶尔买一件不稀奇，可是不断的送。哇，他的语气怎么这么熟啊？喂，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喂，程家俊，现在你有权不说话，但是你说的话，我们会记录下来，作为将来秋后算账之用，明不明白？不明白。不过你们想知道什么呀？我问你，你到底是不是还喜欢麦登？你是不是趁鱼色不在，所以趁虚而入，乘人之危，横刀夺爱？我怎么会呢？为什么你会送那么多古灵精怪的礼物给他？我不是、啊。是不是有不轨企图？是不是有什么瞒着麦登？你不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快点从实讲来。你们说完没有？该我说了吧？说。东西不是我送给晶晶的。那是谁的？我不能说啊。不说打到你说。其实这些东西全部都是于所寄回来，托我送给晶晶的。于 Sir 寄回来。报告麦登，任务完成。就是这样，弟弟之所以离开，其实是不想害死晶晶。他真傻。Sorry， 他叫我不要告诉你的。阿朗不是连这种事也相信吧？那就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万一小姨说的是真的怎么办？你们知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哎，这半年以来啊，他只寄过明信片回来，他从来没有说过会去哪儿。哎，不是啊，昨晚咪咪从美国打长途电话回来，他说弟弟刚刚去找过他。也就是说他现在在美国？那可不一定哦。咪咪说呢，他临走的时候说他要去加拿大看朋友什么的。阿朗在加拿大有朋友吗？啊，我真的没听他说过加拿大有朋友。那他去加拿大干什么呢？你当然不知道我有多傻。我明明喜欢他，又不敢跟他说。我还傻的叫他回到那个男人身边。既然已经都做错了，你看，有没有可能将错就错呢？不是你啊！哇，朗朗你好帅呀！你记得放好啊，将来看见照片那就等于看见我。我希望你没决定错，我也没选错。我终于知道阿朗在哪里，谢谢你啊。陶启奎怎么样？投胎做人没有？要是有机会投胎做人呢，下辈子做人要机灵一点，洗澡的时候记得开气窗透透气，你就好了，有机会可以重新开始。我这半年过得可惨了，原来要忘记一个喜欢的人呢，真的很痛苦。有时候我在想，难道我真的不能跟他在一起？我真的要孤独终老？那个小脏猪脏兮兮，招惹蛇虫鼠蚁，小心死也死得不安乐啊！于子老，晶晶，你怎么在这儿？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管你去哪里，我都会找到你吗？你怎么知道来这里找我？加拿大那么大，的确是很难找的。不过有一次，我看见你跟小姨去玩摊位游戏，赢了一个玩偶，我突然间想起。你跟我说过，说小姨来了加拿大之后才死的。那你来了加拿大一定会来看她吗？我一找到坟场的地址，就立刻飞过来找你了。你还来找我干什么？我们已经分开那么久了。你不用再骗我了，我知道小姨跟你说过什么。你知道了，就更加不应该来找我了。我知道你怕我跟着你会害死我吗？我就是来告诉你，我不怕。现在是我怕。我不可以只想着要跟你在一起，眼睁睁看着你有什么不测我不管，你明白吗？我只知道，如果能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就算1个钟头，我也很开心，很满足。阿朗，你让我陪在你身边，我不会后悔的。我唯一后悔的，就是那天你提出分手，我没问清楚为什么，我没尽力挽留你。你知不知道，没有你在我身边的日子，我很痛苦，很不开心啊。你说的很对，只要2个人真心相爱，就算能过一天是一天，最重要是大家开心。
你说真的？还是最老土那句，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嘛。哎呀！正义啊，哇，这么丰富啊，只要4000多块钱一桌，喜宴就在这里了，不用到处试啊，比价很烦的。我无所谓啊，不过……喂，你干什么？不要装傻啊！现在说的是弟弟和晶晶摆喜宴，真会装傻。话说开了，要是你们俩想一起办喜事，亲家不会介意的。有什么关系？多个人多双筷子嘛。喂，不是啊，算起来真的有钱赚。那大家一起摆喜宴，亲戚朋友都是那班人嘛，但是我们收礼就收双份啦。哇，没想到他这么抠门，跟你有的比没。那老实说，要不是晶晶去加拿大找阿朗啊，我们两家也不会坐在一起这么开心啊。这倒是，当初我以为他们散了呢。他们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看来这次啊，咱们都分不开了。大海啊，这么多年没见，没想到一见面我们就做了亲家了。来，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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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喂，漂不漂亮？哇，哪有人穿婚纱漂亮成这样啊？早知道这样，我早就娶你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滑头啊？我怎么会滑头呢？我个性忠实，说的都是真心话。你还说呢？那个时候啊，你说我们在一起就会害死我。我们已经回来几个月了，也不见有事，连我上班的凶杀所也平静如水，天下太平，我都没事干呢。不知道你是不是在骗我？就算骗也是小姨骗你，关我什么事啊？人家开玩笑的。老实说，要不是他，我们也不会再在一起哦。那我们也要请他喝喜酒了。我们的喜宴是人鬼共济一堂。别开玩笑了，爸妈在等着我们，换衣服。啊，快点，我帮你。哎，咦，小心啊！喂，啊，手伸出来。喂，你怎么在大街上把戒指拿出来呀？来，带来看看，等不及了。结婚戒指要在举行婚礼的时候才戴嘛。你戴不戴啊？你不戴就后悔了。很后悔啊，很后悔啊，很后悔呀！大嘴，欺负小孩子！我今天。麦等，你追我干什么？欺负小孩子！哎！姐姐，小心！哎呀！你别玩了，阿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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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这样？我真的不明白。小姨明明说过，我们两个在一起，死的会是我，为什么会是你？
不管，你听见没有？难道我真的不能够跟他在一起？我真的要孤独终老？你个小脏猪，脏兮兮的，招惹蛇虫鼠蚁，小心死也死得不安乐啊！哎，这什么地方？跟天堂似的。喂，朗朗，喂，小姨，朗朗！哎呀，我上了天堂了吗？怎么样，我这个天使造型漂不漂亮啊？漂亮。哎呀，不玩了，先跟你说正经事。我呢，等你来找我等了很久了。我想告诉你啊，你想跟晶晶姐姐在一起呢，其实有办法的。真的？有什么办法？你要晶晶姐姐不死呢，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一命换一命，一命换一命。这么快1年了，你知道吗？我每天都觉得你好像陪着我似的。你好笑的模样，那些古灵精怪的事，我每天都会想起。问题是，我没你那种通灵感应，要不然呢，我就可以知道你在另一个世界里开不开心。啊！哎呀，搞不定你的宝贝女儿，我怕她哭啊，还给你们。哎呀，又跟姑妈闹别扭啊！你看，她就是我们的女儿了。人都说她比较像你，不过我倒觉得她比较像我。现在有了孩子在我身边，我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就跟你陪我一样。妞妞，第一次见爸爸，跟爸爸打个招呼。妞妞，你这么开心，是不是看见爸爸？爸爸是不是很开心？来，让我爸爸想妞妞。好吃。追索一些暗示，問事情怎會開始，又問事情怎會終止。千之界中計推理的冷靜，天天有新變遷發生天注定，事事及時總靠機警，歷尋事實未定，變局處境。